雷军曾提出过著名的飞猪理论来形容成功的中国企业家们，具体是说，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这句话在创业圈内被广泛流传，甚至出现了风停了，飞着的猪就死了的恶搞。马云却毫不客气地直接回怼，猪碰上风会飞，但是风过去了，摔死的是猪，因为猪还是猪。不是创造自己猪该走的这条路，而你觉得别人成功，你想靠一个机会是不能行。还有一批人是真正的猪，机会走过他都没看见，但有一些人是机会到了手上变成了灾难。所以我觉得机会其实是很公平的。现在用这句话来形容曾经如日中天的两位中国企业家大佬王健林和王石，实在形象不过了。5月20日，监管总局无条件批准了泰盟等公司收购万达48家公司股权案。这48家万达广场不少分布在一线城市，属于万达旗下的优质资产。曾经在巅峰时期，王健林的万达集团拥有513座在营业的万达广场，一半属于自有，一半属于轻资产运营。经过几番甩卖之后，如今仅剩约200座。2025年开年以来，万达新增了多条股权冻结与被执行人的信息。在紧绷的资金链压力之下，王健林手上剩余的那些万达广场，大概率也会逐步甩卖来应对生存妥协。近3年来，王健林累计卖掉了89座万达广场，回笼了超过800亿资金。可这还不够，万达电影、万达酒店能卖的通通都卖，包括去年卖掉了万达商馆的过半股权给泰盟集团。壮士断腕虽然曾经超越了李嘉诚，成为了华人首富，但是王健林体面干脆地在处理着自己的事情。对比之下，万科创始人王石通过发朋友圈的方式释放着求关注的信号，发了长长的一段文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作文。其中写道，在外界看来，王石就是万科，万科就是王石。我认可，万科是我创建的，制度是我建立的，团队是我培养的，接班人是我选择的，岂能推卸对万科应尽的责任呢？并表示正在尝试和万科的决策层建立畅通的联系，为万科的平稳过渡，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合作伙伴、13万员工的福祉而尽所能。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人们不会忘记，在10多年前的一场活动上，当时还是万科董事长的王石谈到，有人向我提问，如果万科遇到危机，你王石会不会再出山？我说不会。否则不但挽回不了，还把自己好不容易半辈子积累的名声给毁了。2024年万科遭遇困境时，看重自己名声的王石主动放弃了万科的1000万退休金的消息，还冲上了热搜。实际上，王石在万科工作的那么多年，不只是收获了名，应该是名利双收。把他的薪酬、分红和经济利润奖金3项叠加，可以推算出，王石从创建万科到退休的39年多的时间里，个人收入至少超3.5亿元。根据公开资料，1998年到2005年8年时间，王石领取薪酬合计约800万元。从2006年至2017年6月底退休，11年半期间薪酬合计约1.1亿元。2019年，王石曾透露自己作为终身荣誉董事长，每年从万科拿的退休金1000万出头。以此来推算，从2017年中期退休至2022年5年半期间，他从万科领取的退休金至少5500万元。仔细盘点，在离任万科董事会主席的这些年中，王石成立了黑石投资，搞了私董会，还做起了短视频，在对外发表演讲中，站台的身份始终离不开万科创始人这个头衔。但是时代不一样了，现在万科的大股东是深铁集团，王石选定的接班人已经没有了话语权。王石想要复出重回万科，大股东深铁会不会答应？答案很明确，别想，想都别想。
什么冠冕堂皇的托辞，在现实利益面前不过九牛一毛，不值钱，郁亮已经靠边站了。大股东不是活雷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救万科要正本清源，要激浊扬清，要霹雳手段，还要快刀斩乱麻，就是不要太上皇。王石究竟是真的想着复出，还是抛出复出论调，借此跟万科撇清关系？亦或者是火上浇油，给大股东生铁添乱？答案无从知晓。唯一确定的是，曾经的地产一哥，吐口唾沫都能下雨的大佬很难刷屏了。没有人关心王石了，也没有人关心万科了。万科的业务和债务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房地产都这样了，世界乱糟糟的，关心万科干嘛？可能王石不会这样想，他的自我认知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偏差。俗话说，老房子着火没法救。王石的认知偏差，要怪就怪田朴珺女士把他保护得太好了。王石退休这几年的 vlog， 在我们这些围观的外人看来，就像是田女士带着王石，不是造边炉台，就是坐旋转木马，1000万的天价退休工资，说不要就不要，完全没有一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压力。不过最近王石代言总裁燕窝，3天只卖30盒，也的确把缺钱的窘境摆到台面上了。毕竟70岁生女儿，现在才4岁，将来天价的教育费还得自己挣。年轻人要把自己当回事儿，这退休人员嘛，还是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王石的认知偏差吧，可能还是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普通人盼着退休，王石退休了想复出。做老板时间太长，成功来得太容易了，人生之路太顺利，人就容易飘，总觉得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就像王石读大学这件事，王石在自传里说，老师傅们因为王石吃苦耐劳，受人喜欢，就一致推荐他上了兰州交通大学，原兰州铁道学院。成功学鸡汤好喝，就是尿酸有点高。王石读大学的事，很多人其实也不知道，王石的父亲那时候担任柳州铁路局副局长。时代变了，成功人士可以指鹿为马的是，你要成功，你得有势才能居高临下，俯瞰众生。就像俗话说的，落毛的凤凰不如鸡。现在王石代言燕窝引发的讨论大多是嘲讽。王石不跳出来喊话复出，踏踏实实搞私董会接广告挺好的。2017年退休的时候，正好是房地产泡沫最高点，王石退休是激流勇退，此后万科如何与我无关，一别两宽。如此也算一段佳话。如今房地产的潮水退去，人们终于看清，王石不过是幸运地踩中了一个黄金时代的浪头。实际上，无论是王健林还是王石，他们的起落浮沉都只是这个时代的一道注脚。他们曾经呼风唤雨，如今也终将在时代的尘埃中归于沉寂。当大幕落下，掌声散去，如何优雅的谢幕，才是每个人的人生课题。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期再见。改革春风吹